来看东京复仇者战力倒数第一打倒数第二，这本应该是武道的第一个人头，结果居然被大卡车给抢了。武道和西晓正在进行激烈的肉搏，基本上就是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丝毫没有招式可言。两人嘴里还在对对方破口大骂。武道骂西晓你个弱鸡，只会找人当你的监狱盾。确实不像武道，一般都是自己当肉盾的。武道把西晓压在身下狂揍，却被对方一记头锤撞到后退。西晓反驳他，要成为大家的领袖，需要的才不是蛮力，而是始终制定周详的完美计划。武道出言嘲讽，可被我这种小人物破坏了，这还算什么完美的计划？两个人在地上翻滚，西晓也把武道压在身下揍。他本来的计划操纵 Maki 掌控整个地下世界，这些计划一环扣一环，根本不可能出现差错。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而武道继承了西晓未说完的话，他认出来这个地方就是12年后日向被杀死的地方。既然如此，那他们就在这里做个了断吧。说着，武道一拳砸了上去，却突然看到了西晓的一段记忆，是西晓和日向相对而立的场景。西晓现在确定了武道是时空穿越者，破防到直接哈哈大笑起来。怪不得自己的计划一次次被这个人破坏，武道却只关心他为什么每次都要杀死日向，然后又上去扒了他。结果又接收到了一段记忆，这次是成年后的西晓向日向告白，还亮出了一枚亮闪闪的戒指。可日向拒绝了他，直接离去，都把武道给搞崩了。难道西晓告白失败，恼羞成怒杀死了日向？于是他问西晓是不是喜欢日向，话还没说完，对方举枪对准了他。西晓的确是喜欢日向，而且是从小就喜欢。那时候的西晓是个每次都考第一的孤僻学霸，日向就夸了他几句。从那之后，西晓就春心萌动，一直暗中关注着日向。他本来以为日向肯定会喜欢自己这个神童，然而忽然有一天，武道却从天而降夺走了他的心。那次日向被几个不良少年围住，是宛如正义英雄的武道帮他解决了那几个人。那幅场景不仅震惊了日向，也让西晓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他开始偷偷地跟踪武道。西晓，你喜欢的人其实是武道吧？不仅天天跟踪武道，听到他上初中说要成为日本第一的不良少年，他便也默默决定了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先是对不良少年进行深入调查，还尝试着接触了真正的不良少年，最终把关东一带所有不良少年的情报全部收集，最终让他找到了那个有可能成为日本第一的不良 Maki。 于是他制定了计划，而 Maki 就是他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去年夏天，当他要将计划付诸实行时，他和武道偶然在路上擦肩而过，武道只觉得人眼熟，却并没有在意。西晓则回头看着他的背影，说了一句，我一定会超过你的。他要成为真正的日本第一不良少年，而不是像武道那样只是嘴上说说，哪怕为此付出他的一切。之后他找到了 Maki， 计划用1年的时间取得他的信任，再花2年时间彻底操控他，然后一起用3年时间称霸东京，再用4年时间掌控全日本，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等等啊，大哥，10年之后你根本就不是少年了呀！而西晓做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就是和日向喜结连理，结果他完美的计划居然全被武道破坏。武道也算是听明白了，这人就是告白被拒，所以杀了日向泄愤。而他甚至口口声声说什么日向是我的女人，宁愿杀了他也不会把他让给武道，还将日向拒绝自己的原因归咎在武道身上，所以只要想杀了武道就可以万事大吉。好巧，武道也是这么想的，还在西晓拿枪顶他的时候，一脚把枪踢了下来，立刻捡起来，只要杀了这个混蛋就能结束一切了。可他的眼中为什么流下了眼泪？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日向居然赶来了。武道默默放下了枪，西晓趁机想夺枪，争夺之下枪飞了出去，武道也不管了，一拳砸上了西晓的面门。西晓狼狈的逃跑，武道却一瘸一拐的在后面追，一边追还有一边诛心。大家都知道了你的阴谋，你的野心已经被摧毁了，但西晓心中那股执念让他不愿意放弃，总有一天他要得到日向。此时的武道还以为西晓跟自己一样也是穿越者，能够以某种方式回到未来，所以他大喊了一声，我死也不会让你再度回到未来。听到这里，西晓反而停下了脚步，问武道，难道你以为我能够穿越时空吗？紧接着一个我字刚出口，一辆大卡车迎面驶来，一代枭雄西晓就这样被送去了异世界。武道的人头竟然被大卡车给抢了，这场变故来得猝不及防，武道本人都愣在原地。刚刚那位卡车司机是疲劳驾驶，都到跟前了，才注意到路中间站了个人，没能及时刹住车，直接撞了上去。好在打了方向盘，西晓并没有被撞飞，而是倒在了路边，而且身体还勉强撑了起来，但是右边的手臂和腿都已经扭曲变形，动都动不了了，干脆趴在地上嗷嗷大哭。那一瞬间，武道脑海中回忆起了自己和西晓的众多恩怨。
西校忍不住伸出了一只手，他明明只是想变得和曾经的武道一样而已，最后却落入了深渊。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不想死，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气息。这时麦克日向也跑了过来，麦克看到西校的惨状，立刻挡住日向的视线，让他不要看。与此同时，半间也输给了阿坚。这两个帮派之间的斗争终于落幕，后来被称为关东事变，是神奈良最早的不良集团横滨天竺与东京最大规模暴走族东京万会的激烈冲突。最终的结局是5人被逮捕，3个人凄惨死亡。被逮捕的5个就是天竺那几个干部，而3名死者是佐野爱马、黑川银佐奈和西校铁太。阿贺侥幸捡回一条命，武道还指着拐杖去探望了他。阿贺觉得自己就不应该活下来，但这么想简直就是辜负银佐奈把他救了下来。现在1把手和2把手都死了，天竺的梦想也彻底结束了。武道却告诉他，那取决于他，而武道也要继续前进。东京复仇者天竺篇完结撒花。